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相信各位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消息，这一次新的步兵统帅就是孙武丕。那当然了，除了孙武丕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维京的统帅啦，那个我们等下一个影片来介绍。因为这个孙武丕呢，除了要讲他的技能之外，还要介绍一下他是怎样获得的。首先，孙武的技能他是步兵通用重击伤害统帅。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推出的孙武丕呢，是在孙武的巅峰时期，这个是他老年的时候，也就是紫色时期的时候。但有一些玩家就有吐槽说他这个设计其实有点像霍去病啊，我个人也是觉得蛮像霍去病的。首先第一个技能兵无常势是单体的技能，但是他的怒气需求只是需要900点而已，立即获得持续5秒的冰胜效果。冰胜效果下面会有写是什么东西来的，并对目标造成一次重击伤害，伤害系数3000，它这个3000呢也是算目前比较高的伤害了。但是你们看这边写单体啊，可是早上发布的那个影片呢，其实是有 AOE 的。那它的 AOE 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它这个冰胜的部分出来的。对目标造成重击伤害时，对伞形范围内最多2支其他敌方部队造成相当于该次重击伤害的20%的固定真实伤害，每秒最多触发1次。那各位还记得真实伤害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吗？就是你如果有攻击力提升或者是其他的提升呢，都是不会加在这个真实伤害上面的，但是它也是不会受到敌方的防御力影响。不过这一次它的固定真实伤害呢，后面还有增加一句且不受到任何增益减益的效果影响，所以它就是直接根据比方说这边3000，它就抽取这边的20%而已，不会有额外的提升或者是额外的减少这样子。所以这一次孙武他的技能重点呢，其实并不是在这个3000的伤害爆发，而是在它这个冰胜的效果 AOE 范围，因为它持续的时间是5秒，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用孙武做主将啊，那其实也是应该用它做主将啊，因为它的怒气需求只是需要900点，它可以更快的释放技能。除此之外，它那个5秒是肯定可以覆盖到你的副将的，所以是你的主将跟副将释放了之后都会有这个效果，都会有这个 AOE。 那假设说在你释放了主动技能打出那个重击伤害跟副将的重击伤害之间，中间又额外触发了一个重击伤害的话，算下来其实它的这个伤害系数呢是很可观的。你们不要以为20%很少，而且相信之后应该也会有不少的玩家去把孙武给觉醒。应该是说孙武是中国统帅，中国统帅是肯定要觉醒的中国统帅就等于是强的意思嘛。只能说孙武的主动技能缺点就在于他没有任何的 buff 跟 debuff 效果。通常啦，我们会希望主动技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减益或者是增益效果会比较好一点，但它的额外效果呢就是打出这个 AOE 范围了。单持续5秒我觉得已经是很足够了，已经算是很强了。接下来第二个技能，步兵单位行军速度提升25%，这个也算是中规中矩了，一般步兵统帅是肯定会有提升速度的。自身部队为野战部队时，步兵单位生命值提升20%，步兵单位攻击力提升30%。自身为野战部队时，步兵单位防御力提升20%，这里还有一个20%的防御力，所以这边防御力、生命、攻击力都是在20%以上，甚至它的攻击力是直接30%，是已经很足够了。若拥有冰胜状态，就是刚刚前面我这边所讲的效果，造成重击伤害提升10%，每次基础攻击有50%的概率造成一次重击伤害，伤害系数400，每3秒最多触发1次。所以这边就是也是跟大家讲啦，如果就算你没有其他的搭配统帅可以触发到额外的重击伤害，去造成他那个冰胜的 AOE 效果也好，他自己也是会搞一个出来，但是有概率啦50%，并且他那个造成的重击伤害提升，除了提升他这个摸奖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提升副将的重击伤害，因为它是有覆盖到嘛，当它这个冰胜效果触发的时候，所以它的伤害又更加可观了。下一个，受到所有伤害降低10%，冰胜效果每对一支敌方部队造成固定真实伤害，自身额外获得20点怒气。太离谱了，孙武太离谱了，为什么要设计孙武出来？我们骑兵玩家要怎么活？每次通过奇正象征效果获得怒气
有100%的概率使自身在接下来5秒内造成所有伤害提升2%。他这边又讲可以叠加了，上限为5成，就是讲10%的所有伤害提升，哇，这样也算是很高了。且每次叠加都会刷新时间，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默认一直都会存在啦，只是它叠加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啦。但是运气好的话，其实可以在第一次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就已经叠满了。当然我这边讲的第一次不是讲只是光靠主将而已啦，当然也是要配合副将，因为像他这边是讲哦，打一个目标就有20点怒气嘛，像他触发那个冰胜效果的时候就打到2个目标嘛，所以就讲获得2次的怒气。那他副将释放技能的时候也是打到2个目标就额外叠变成4成了。如果是刚好他这5秒持续的触发时间之内刚好有触发到他的被动技能打出终极伤害，又有这个冰胜效果打到额外2个目标的话，那其实他可以在一个 cycle 里面直接跟他叠满了。当然那个是可观的情况下啦，不过一般上他在第一轮释放技能的时候都可以叠到4成左右了。只是我不确定的就是他这边打一个目标获得20点嘛，但他打到2个目标算在一个回合里面的时候，他是算1次还是算2次，这个只是我不太确定的地方。再来最后他的觉醒技能其实就是他的主动技能的提升而已啦，他把从原本的20%变成30%，其他内容大致上是一样的，所以这边看下来呢，孙武是需要觉醒了的啦，你们你们跑不掉了。如果你们是有使用步兵啊想要去培养的话，这个跑不掉了，而且重点是他是中国统帅，万国觉醒里面的定律就是中国统帅一般都不会太弱，不会太糟糕。那如果说到搭配的部分呢，其实现在蛮多统帅可以选择啦，比较起以前，像我觉得比较好的搭配呢，可以搭配华莱士，那不然你们也可以搭配有双 AOE 的，就好像刘彻、白起、赫克托尔其实也是可以拿来搭配的，只是看谁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至于孙武能不能用在其他地方呢？因为根据他这边技能描述下来的话，他集结驻防的话会少很多提升呢，尤其是他这个第3技能就用不了了，然后第2技能的这边生命攻击力提升就用不了。不过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玩家想要尝试看看孙武能不能集结或者是驻防使用的再来就是孙武 P 他的技能特效啊，你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闪星范围，正常统帅的闪星范围，然后他丢出了这个火球，但是他旁边都没有目标的关系啊，所以看不到他其他的目标到底是受到了多少的伤害。接下来中间呢，因为他又再释放了他主将的那个伤害之后，所以他又再次触发了他这个 AOE， 而且你们可以看到当他这个技能释放完了之后，很快他的技能又再满了，他又可以再次释放他的主动技能了，你们看到吗？这个是第2次放的时候，所以基本上你们是不需要担心孙武有没有输出的问题啊，而且他还会夺取对方的怒气，释放的技能够快，让对方的技能释放的比较慢一点，又有 AOE 范围，又有高的输出，防御、生命、攻击都有提升，又有增加跑速，真的是太强了。不过根据官方的影片看来呢，官方的推荐搭配呢应该就是华莱士，你们可以看到孙武旁边就是华莱士，然后这边演示的图片呢，这个也是华莱士来的，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技能特效旁边那个也是华莱士来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啊，搭配华莱士之后那个效果会不会比起其他统帅还要更好。要如何获得孙武的雕像？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活动，但是要通过这个活动拿到之前呢，你们必须要先拥有竹简。那竹简怎样拿的呢？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解释。首先就是这里可以兑换的孙武雕像呢，比起之前秦始皇的活动还要稍微好一点点啊，因为之前秦始皇的活动呢只能拿到9个雕像而已我也不懂为什么他们只是给9个而已，那这一次可以直接获得10个。这一次的装饰品呢就有点像在榕树下面有一盘围棋在玩的啊，这个只是一个装饰啦。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头像框，头像框的设计就有点像孙武手上的竹简。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拿到名牌、装备材料、加速，有包括训练加速跟治疗加速，还有包括一些资源等等。至于竹简获得的方法呢，这里就有包括5种
竹简，然后你5种竹简收集了之后才可以变成这个完整的竹简，总共可以兑换50次。至于这些5个竹简要怎样获得呢？我相信应该是通过打野蛮人、消耗体力或者是训练部队等等这些方法来获得，因为他没有点击查看了，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到底要怎样拿到。当然你们兑换这个竹简的时候是不是拿到1个呢？因为你们刚刚也看到了嘛，如果要兑换孙武雕像的话，其实要用到蛮多竹简的，所以他这边如果只是给1个的话，恐怕是不够拿来兑换孙武的雕像。孙武换1个头就要用到30个了那边最多就给你换50个而已嘛。那其实它这个是有概率的，就是你换1次有可能拿到3个、5个、7个、10个，不一定的。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可能拿到比较多一点。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更加快速的方法，就是通过购买礼包啦。这一次的礼包也是跟之前阿卡琉斯、朗纳尔的礼包差不多的。当然我相信后面应该还有一个价位是49.9毛9的，但是这边没有显示出来。然后下一个档位呢就是 19.99、9.99， 最便宜的档位就是 4.99， 当然还可以拿到一个免费石刻雕像啦。只不过我不确定它是可以直接拿到这个免费的石刻雕像，还是你必须要先消费了之后才可以拿到这石刻雕像。中间还有穿插一些其他的奖励内容啊。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统帅重置功能。那这边统帅重置功能呢，虽然我们这边看到演示的画面是给690个雕像啦，但是我相信它这边是看你花了多少就给回你多少，因为它这边就有写到 and the following material will be refund， 所以应该是讲你之前花了什么东西在统帅的技能上面，它就会给你什么东西，因为它这里只是说技能资源，所以应该是不包含星星跟经验书的。我个人觉得为什么这边690颗金头呢？可能是官方它这个统帅就是给690颗通用雕像，所以他才给回这些，并且这边就有说到每一个传说统帅的雕像归还费用是100颗宝石。那当然这个也是很多玩家反对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些雕像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为什么你还要跟我收取费用？我只是想要给一个重置的费用而已，为什么要这么贵？因为这边给出的价格呢就是69000颗宝石，这个真的有点太高了。尽管它这边价格并不是到很夸张啦，因为我们如果在 VIP 商店购买的话，也是需要花2000颗宝石去购买1颗雕像嘛。但重点还是这个雕像这些金头本来就是我的，所以我觉得在官方推出这个活动之前，他们可以适当性的再调整一下那个价格。我觉得1颗雕像20颗宝石到50颗宝石都是可以接受的，100宝石太贵了。但它这个宝石的置换呢，至少是比起之前好一点点了，因为之前统帅置换，如果你没有置换券的话，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把统帅给置换回来的，就你一定要花钱去购买啦。这一次可以消耗宝石去重置你的统帅。那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部分呢，客服那边也是有补充了一些关于这个统帅重置的问题。首先就是可以统帅重置多少位统帅，只有1位而已。那它的开销是不是就是像这里所写的需要花100个宝石？它这里的意思是说，只要你在这个统帅上面花了400个通用的金头，也就是这个金头，然后你另外100个是指定统帅的雕像，就比方说是李成桂好了，那你也是需要花到4万宝石，400个通用跟100个指定统帅的雕像都会归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放了指定统帅的雕像进去这位统帅里面，它是不会计算你要花多少的宝石的，它只是计算通用金头开销多少而已。那么能不能去重置部分而已呢？这个也是不能的。假设说你花了600个通用雕像在这个统帅上面，你不能讲哦，我只是想要拿回200个，因为我只有2万宝石而已，这个是不可以的。你要置换的话，你要重置，就必须要把所有的金头全部给重置，就讲你要花全部金头的价格去把这个统帅给重置掉。然后后面还有提到这个装备冲刺的活动啊，这个我在之前介绍了，这个就不再多介绍了。不过我看到其他玩家分享啦，如果你们要去购买到这一个档位拿到图纸的话，其实你要开销的费用是很高的。重点还是你在这个活动中能够拿到的这个硬币呢，是数量很少很少的，所以这个活动其实算下来不太值得，尤其是老玩家啦，你真的没有必要去完成这个活动啊，这个就让给新玩家，只是新玩家有点可怜了，他们要花很多钱去完成这个活动。关于孙武 P 的技能介绍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暂时先介绍到这里啊，因为如果这个影片再继续做下去的话就会很长，所以就把另外一个步兵统帅分开来讲。当然如果有哪些遗漏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